倒闭了，全倒闭了，看看，我的妈，这全倒了！你看这，整个商场的话，一个楼层就2、3家商户在营业，其他全部倒闭了，楼层基本上是没有人的，这真太吓人了。回燕楼，包括这边的这个火锅，这个点的话就是全部倒了，全部闭店了。醉山海海鲜火锅、香梅呷铺也倒闭了，这门面都挺大的，门脸这么大，投资下来估计要100多万。那这边基本上是商户全部倒闭了都。这个商场呢，就是维优的奥特 S， 之前开业的还非常火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商场的话，基本上倒闭率占到60%。临近中国新年，国内机票和火车票价格大幅下降。分析认为，中国民众失业潮持续，消费能力大幅下滑，因此什么都降价。有大陆网友感叹大家真是没钱了。很多超市、商场不再有往年那种热闹的过年气氛，就连北京商场也没人逛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话题。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，过年期间中国国内机票价格大幅下降。武汉到宁波、天津、杭州降价50%以上，北京到海口、三亚、上海降价60%以上，广州至上海、哈尔滨的机票降幅分别达到75%和74%，部分机票价格下降超1000元，北京到大连仅需194元，飞到上海250元。1月22日至29日期间，从重庆飞往上海、深圳、天津等20个旅游热门城市，裸机票价只要200元。不仅是重庆，新年期间，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等大城市出发，都能买到裸机票价200元的机票。有提前订票的民众退掉机票重新再买，节省了一大笔钱。1月21日，网民刘女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本以为越早买机票价格越便宜，因此提前1个月购买了哈尔滨至海口、北京至海口的机票。现在价格几乎直接对半砍，花2500元订的航班，现在只要1600元。刘女士算了一下，全家5口人的机票加在一起多花了4000多元。于是打电话给航司、售票平台要求退差额，但被拒。后来她按照流程退票，虽支付了800多块钱的退票手续费，但重新买的票仍然比之前的票价低。随着春节的临近，不少热门目的地机票价格呈现下降趋势。例如，有网友就表示，春节期间北京前往珠海的航班，同样的航班相比半个月前预订时，平均每人节省了600余元。之前预订一共是花费了6280元，而自己重新购买算下来只要4380元，少了近2000元。其实春节期间的热门航线都呈现了价格下降的趋势，部分机票价格下降超1000元。至于原因也很简单，主要是机票价格的波动与市场供需关系密切相关。另外，在中国新年期间，大陆各地火车票也出现了大幅下降，重庆出发的普通火车票价格甚至低到1.7折。在一家订票平台的低价专区，1月23日的 K4820 次列车6点30分从重庆西站出发，7点41分到达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，票价为2.5元。同样1月23日出发，普快火车10元以内的票价有：重庆到衢县4.5元，重庆到达州仅需7.5元，重庆到宣汉仅需8.5元。据广州日报消息，从广州出发的普通火车票价最低出现了最大优惠，低至2折。1月25日，长沙至广州的 Z4189 次列车打折后硬座票价仅需19元，动车组最大优惠低至3折。打折的火车票你们见过吗？就现在春运期间，硬座2折，硬卧软卧6折。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看武汉去广州的车票，然后我就发现有一趟列车每天它的价格都打折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武汉去广州查询车票，我们选明天，然后就是这一趟1点07分武昌去广州白云26.5元，看到吗？硬座2折，硬卧软卧6折，天哪，非常便宜。它的原价就是上面这趟列车138的硬座，然后硬卧是238，下面硬卧只要142。大家买车票的时候一定多看一下，多比较一下，有打折票先买打折票。我现在好心动啊，我现在在想我要不要坐12个小时的硬卧过去啊，好便宜啊，只要100多，6折啊，好心动。
高铁也有1.9折的白菜价车票。1月23日，重庆出发到怀化的高铁车票9折仅需15元，重庆到桂林票价打4折，仅需121元。重庆出发到杭州，票价仅需298元。虽然飞机票、车票都在大幅降价，但有人因为收入大减或者失业，而不敢返乡与家人团聚。我现在是在火车站，但我并不是要回家过年。单身狗其实是没有脸回家过年的。我也是一样，我已经在外漂泊了7、8个年头，没有回家过年了。今年也一样，没脸回去，全村的人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，你回去干嘛？我得让他们笑掉大牙嘛。所以啊，还不如在外边躲清闲呢。钱挣不来，对象也搞不到一个，这是父母对你说的最扎心的一句话。我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会说这样的话。其实每个在外漂泊的人都是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，但是呢，都是哭着出来，都是哭着离开家的，没有一点办法。现在过年已经变成了一种形式，这种形式就是攀比的形式，早就没有了小时候过年的那个气氛，越来越不想过年。过年除了自己长了1岁，你说还有什么？博主宁宁和小七是在上海打工的一对夫妻，马上要过年了，没想到先生被公司裁员了。下班了？对了，这就被裁了？是啊，现在脑子还在懵懵的，然后就找工作吧。下午领导就给我发消息，让我找会计师说一下，猜到应该是轮到我了。啥好办法？项目不挣钱。是有说怎么赔偿了吗7+1嘛，然后社保和公积金交到月底，这方面没什么说的。那也还行吧。闲着嘞，就焦虑。也不用着急，休息一段时间咋了？不用有负罪感，都这样。不是挺怕，上班挣钱就花钱，感觉没啥安全感。是不是还有网挣得够咱俩花的？随着大陆经济持续下滑，失业率越来越高，很多民众不再到外面用餐，而是自己在家里做，因此餐饮业迎来大规模的倒闭潮。去年有近300万家餐厅关门，创历史新高。北京饭店也是一样，这位老板抱怨中午也没人来吃饭。北京一线城市已经冷清到这种地步了，中午12点竟然连一个吃饭的人都没有，人都去哪儿了？前几年特殊情况的时候都能做到2000的成绩，现在能有1000就偷笑了。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工作，一天下来还不到900，你说这生意还怎么做得下去？朋友家的店已经关门转让了，他家店是10月1花了8万转让过来，装修半个月用了2万多，谁知道只营业13天就转让了，两口子每天就差睡在店里了，可也还是只有200-300的营业额，生意不好做，两人又经常怄气，天天也没个好脸色，只能贴了转让。这都快1个月了，连问都没人问。朋友说的时候都要哭了。现在俩人一个去跑滴滴，一个去做家政，我们这也快熬不住了。可是现在也不能随便换地儿，主要是还有一个孩子上学，牵扯到学校的问题，也不知道餐饮行业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。北京博主老嘎提醒那些想开店的网友，现在的大环境不尽人意，不可贸然行事。千万别再说什么是天选之子啊，也在说现在咱们能力有多强。各位兄弟们看看，这是周日啊，周日北京的商场连个人都没有。看看环境，对面的瑞幸也好，携程也好，这个 KTV 也好啊，据我所知，现在还对面有个美食城，所有的商家现在没有一个不亏钱啊。整个这个行业经济，包括整体的环境，是真的是不尽人意。所以说，现在如果各位还想再开店，觉得自己你是天选之人，你觉得你自己水平高，老嘎劝你等等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有那么好。其实餐饮是刚需，但是现在的餐饮更多的时候，大家把消费挣钱，真的是不花了啊！有的甚至是我能不在外面吃的，我就不在外面吃了。大商场没人，大型超市里面也没人，大家都不消费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大家都不买年货了。你看这超市门口的购物车都堆积如山，超市里面连鬼影都没见几个。电器区没人，花卉区没人，糖果区没人，食用油区没人，肉禽区也没人，就连春联福字都没人买了吗？我逛超市逛出了恐怖片的感觉，到处空荡荡的，我怀疑是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。你看这招牌上写的年货大街应有尽有，确实啥都有，就是没人。话说男人不逛超市很正常，没想到你们女人也不逛了吗？你们不是挺爱买新衣服的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红姐啊。都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今天我就是说我们农村的状况啊。本以为农村这个生意会很忙，跟去年相比啊，去年今天24号了啊，农历24，差不多今天这样子，我们晚年的话真的很忙，已经忙的差不多一天能做3-4万块钱。
今年啊，刚刚我问了一下我婆婆，她说1万块钱没做起来，是这样一种状况，就是街上没人。大概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想法，哎，今年没赚到钱，哎，回家一过年，哎，压岁钱，送礼，亲戚朋友走下亲戚，这花费更大，还不如在原地的打工的地方过年。真实的状况，现在的状况真的是街上没人。看这么大个超市都没人啊，今年的行情真的是很差很差。今天都腊月13了，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腊月13、腊月20，差不多人人都要回家玩了。你看这买东西的没有一个人过来买，这么大个超市这么安静。往年像这个时候超市里都很多人买东西啊干嘛的，都准备回家了。你看那些卖吃的那个区哦也没人。哎呀，今年钱不好挣，所以啊该不花的还是不要乱花。本来是想买点吃的，回家没事的时候坐在那里吃一点，算了不买了，回家吧，省着点。这位博主来到西安龙首商场，吓了一大跳。快过年了，又是星期六，偌大的商场竟然没有什么人。兄弟们，我没看错吧？今天是周六吧？周六12点40，我现在在咱们龙首原印象城商场。我靠，你看，真的，我真的不敢相信当下餐饮，你看没有人，这么大一个商场商圈里面，餐饮一个人没有。走，咱再往那边看一看，这边连奶茶啊都没有人，往常商场里的奶茶都是排队的。现在当下这个餐饮寒冬，连商场里都没有人。来，你们看，一空一片。今天周六，对，今天是周六。我说今天是周六啊，往常都是餐饮人最多的地方。看一眼，我靠，灯都是黑的，真的都不敢想象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